OK，那这一节课的话，我们主要讲的是关于二三柜一些特殊的产品结构。那在二三柜里面会有哪一些会有哪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结构呢？首先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封板的封板会有什么特殊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补单从这两个现场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它的缝隙是比较明显的，平门板之后是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的话是我们在做方案的时候调用封板调用错了。当我的柜子是平门板安装的时候，记得我们要选择平门板的封板不要选择平侧板的一个封板，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当我们选择是平门板的一个封板的时候，这跟我们的结构跟淋巴的结构是一样的，用的是附件板用的是附件板。但是如果我们选择 平侧板的话，它的一个连接件就是这种 L 型的一个连接件。那为什么说我用这种 L 型的连接件，它不能够平门板去装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材质问题，它是黑色的，只有一种颜色。第二个尺寸问题，它的长度只有400一段。假如我封板的高度是2米高的，它可能只配了一个4段给我，就是说它中间会有镂空的地方模型上也可以发现的。所以当我柜子平门板安装的时候，它就可以看到我一个黑色的材质，也可以看到我一个缝隙的一个问题所以它只能是平侧板安装，不能平门板安装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准确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封板的一个选择的第二个是关于我们隐形层板选择的这一个的话就更加受大家欢迎了。这一个因为现在我看很多设计师下单都喜欢用这一种隐形层板去下，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好看，对吧？无孔位美观。第二个它是可以比较方便拆卸的，直接用手就可以把它拔出来的，不用再拧螺丝是吧？是比较简单的。那第三个虽然它价格会贵一点点，大概1块层板相差12块钱左右，1.5的一个系数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结合以上这一个的话，很多设计师都喜欢用这种隐形层板，但是这种隐形层板的限制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补单这个补单的话是其中一个客户反馈这个层板拿不出来设计师明明跟我说这层板是可以后期自己很方便把它拿出来的，但是这个的话为什么拿不出来？这个的话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个隐形层板拆卸的一个视频拆卸的一个视频，它装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它孔位对着孔位，然后听到啪的一声，然后用手把它一推就可以把它装好了，是比较简单的。那拆的话也是比较简单，但是它需要一个动作，那需要什么动作呢？就是我要先把层板往前拉，对，往前拉，它才可以把它给拆出来。大家可以想一下，当我的一个柜子它是带门了，装了门之后，就算我门板打开，它一样会挡住我的一个层板往前拉的这个动作，对吧？所以它是拆不出来的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清楚啊。OK，然后它的优点是美观是吧？美观这个确实是，但是它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它的拉力的作用它是不及一个拆壁层板的不及拆壁层板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衡量这个东西，所以它会有一个限制，它怎么限制呢？就是有一些地方的话它是用不了这种隐形层板的，例如不能用到这种 T 字形或工字形的结构层板上面去结构层板它是不能够用的。第二个转角柜跟五角柜的层板它也是不能够用的。第三个斜层板它也是不能用的。第四个带有前挡板的这种的话也是不能够去用的。第五个像隐形层板的话，它的作用力比较低嘛，像这种要求这种承重力比较高的书柜、酒柜等等这些柜子也是不能够去用的第六个，像有些柜子它左右不靠墙不靠柜子不靠墙，像这种的话也不能够全部层板用作隐形层板，因为相当于你柜子全部用了活动层板是一个道理的，结构不稳，它会在那里晃，对吧？所以不能够这样子。然后第七个，隐形层板它只建议用到这种开放格的一个柜体里面会比较好一点点。OK，这个的话是关于隐形层板的一些限制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讲到第三个第三个的话是大家争议比较大的外顶柜的一个结构。外顶柜的话，就是以前我们的顶柜下面的一个底板变成这种拉条了变成这种拉条了。那这个拉条之后的话，会引发很多问题。首先第一个我的门板，因为它底板往下缩了，当我下柜的门板打开之后，就会看到这个缝是吧？这个缝隙还是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的这个缝隙所以现在研发这边会改了我们外顶柜的一个门板下盖的一个值，它会直接把门板会有个下延伸，半盖我下柜的一个顶板的一个作用，就会现在的话你打开门基本上看不到那个缝了，但是会有什么效果呢？就是侧面的缝它又对不上了，对吧？这个缝它是对不上的。如果客户很介意这个缝的话会有2种方法吧。第一种的话就是加监光板，对吧？
可以加键关板这个打缝隙，但是这种成本的话会高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把你的底板的参数调整为一个整板的，就不要拉条的结构就可以了。这个的话成本会低一点点，就改成以前的08的一个结构就可以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有部分的我们外顶柜的话是没有这个选择的，没有这个选择的话，我们就手动改一下，就首先先改我们把下沿层的改回来原来的那个内嵌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高级编辑这里把我的一个底拉条改成一个整块的一个尺寸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也是改成原来的那样子就没有问题了。OK，总的来说，23柜的一个特殊产品就3个会比较明显一点的。首先，第一个是封板的一个结构到底是平门板还是平侧板的。第二个是隐形层板的一些限制我们要考虑好的。第三个，外顶柜的一个结构，侧面漏缝的一个情况，大家也要考虑好的。因为这一些安装出来的一个效果，一定要提前跟客户沟通清楚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补单，好吧？ OK， 那以上这一些的话就是23柜比较特殊的一些产品结构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内容是关于一个取值问题的。